是夜空，你是银河，终于完整了。当有你来唱和，再多苦涩，我有把握，笑着，都晓得这声躯壳，一切终将干涸。趁着我还有记忆，我想大声地说。就算我只是你的一时间的选择，青春里的过客，有过感动的片刻，我比谁都深刻。哦，可能你永远不懂得你对我多独特，唯有你才是真的。我想着你写下了这首歌，懂你的喜怒，加上我的爱了，一直唱着唱着。他太太的死真的和你有关吗？朱立峰是他杀的，你们胡说！不是你没有做过，是因为你已经死了。 Richard！ 他真的跳下去了。你把他推下去，是你把我推下去的！不是，是他自己跳下去的，他在赎罪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冷静一点。你为什么冷静？你也看到了，他把阿德推下楼。不，是阿德自己跳下去的。什么？我亲眼看到，是阿德登自己跳下楼的。Richard只是想向前阻止，但是来不及了。建志，你怎么可以没存良心？事实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也会这样跟警方说的，对吗？不会，我会跟警察说我看到的一切。你要我去坐牢啊？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的吗？我可以原谅你，你现在就跟我一起离开，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我可以不追究你对我的背叛。我做不到。所以你还是要报警。建志，把手机还给他。Richard。真听我求你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求过人，我求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不要逼我！喂，真婷啊，你听得到姐说话吗？真婷，真婷，真婷，喂。
你，Richard，我求你，让我求，Richard。Richard，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为什么要跟如哲在一起？为什么要拒绝我？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对不起，你知道的，我真的等了你很多年。我把你当朋友，一个可以讲真心话的朋友。我知道，从你第一天认识我开始，你就看不起我。好朋友可以做一辈子，情人可能就那么一夜。我一直都记住你跟我说的这些话。由始至终，我是唯一真心爱你的人，你为什么看不到？但真的不了。当时克制住你的欲望，所以你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是你的。你不要看不起人。真是不要，我求你不要，不要！不要！郑智。振宇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真婷啊？我没跟上。那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他？有，电话接通了，我听到他叫我一声姐，然后电话就中断了，我再打就打不通了。这样应该是线路不好。
那算了，我送你回去了哈。不可以。好像是约好一起跳楼的。那个跳楼的女生看起来很年轻。等等，你们刚才说跳楼在哪里？就在停车场后面啊。金跳，快点带我去。那边人家跳楼哎，你去做梦？你该不会以为？金跳，快点！哦，走。ผู้ชนะวันนี้คือฝ่ายน้ำเงินฟุกตะกง Excuse me. 怎么样，金跳是不是真婷？是真婷啊！真婷！真宇，我是她的姐姐，真婷！真婷！真婷是我很要好的朋友，所以真婷就叫我陪她。他们开始谈的时候，我就走到一边等真婷。过了大概10分钟后，我听到了一些争执的声音。我听到阿德说2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？”说他很痛苦，一直忘不了你。还有第2句话就是要死就一起死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我看到阿德登跟真婷在墙边一直拉扯，我很怕，所以我就冲过去阻止他。可是阿德很用力的把我推开，我好像撞到了柱子，过后我就晕了过去。可是我醒来的时候，他们2个人都不见了。你们一定要帮真婷。真婷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你们一定要帮她。佳慧，我赢了。恭喜你！你伤得怎样了？一点小伤。不要骗我了，网上都有视频了，那个家伙真的不是东西。他被永久禁赛了，这对他才是真正的惩罚。一个拳手不能比赛，就等于是要了他的命。我帮我弟弟报仇了。你这个笨蛋！笨蛋，很想你。我很快就回来了，我会带一笔钱回来，
到时开一间全泰国最大、最豪华的跆拳学校。大傻瓜，我是笨蛋，你是傻瓜。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你这大傻瓜，我要最大最豪华的学校干什么？我只要一个小小的练习场，教小孩泰拳就足够了。我最大的愿望是，把债还清后，我们能够没有牵挂，开心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可以的，苏萨空，一切都可以实现了。那你以后就好好教拳，不要再比赛了，好不好？笨蛋答应你，不比赛了。等我回来。我等你。再见。拜拜。最初的温柔 You are my love, my love 转身之后坚固的走，你还会在心里驻守，那些不舍得为什么真婷出事那一天，他还特地来咖啡店，他叫我老妈，我却不怎么理他。怎么不理他呢？你还跟他说话啊？没有，我没有跟他说上2句，他就走了。我是怎么当人家的妈的？我是怎么当人家的？哇，你怎么又哭了呢？不过姐知道你这样，她有多伤心啊？对啊，真婷要的跟我们一样，就是要你好好的。伟豪，你先带老妈回去吧。嗯，来，老妈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小美阿姨，小慧，小慧，你快告诉我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我这真的是好端端的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就跌下楼了呢？小美阿姨，我知道的，我已经跟你们说了。是的，你说是那个男人害的，为什么他要害我的真婷？那为什么叫我？为什么你当时没有阻止？你没有阻止啊！妈，不要这样，你先回去吧。佳慧，你知道吗？医生说真的醒不了了。他还这么年轻，就这样一直躺在床上，他很可怜啊。我的真婷真的很可怜。老妈，我们回家吧，走吧。老妈，你先回家休息吧。我们回家。佳慧，对不起啊，老妈这2天的情绪很不稳定。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郑玉洁，我没能阻止事情发生。佳慧，你不要听了老妈的话，开始自责了，知道吗？郑玉洁，我可以去见真婷吗？真玉，真婷呢？我们正要去看她，一起吧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小伤了，运动的时候受伤的。
郑玉洁，医生真的这么说吗？真婷真的醒不来了？医生说，除非有奇迹，要不然会的，一定会有奇迹的。何建志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刚才低着头不往病房里看，为什么？你不敢看真婷吗？你内疚啊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想，为什么他没死？因为死了就一了百了，对不对？何建志，你是个混蛋！你骂得太轻了，我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败类。可是全世界都可以骂我，唯独你不行，因为你跟我一样，也不是一个好东西。200万，你就把你最好的姐妹给出卖了。没错，老天爷对真田好，给了她漂亮的脸蛋。还有聪明的脑袋，不过老天爷也对他很残酷。他身边的人都是混蛋、人渣、败类。Richard Mo、阿德登，你，还有我啊！你在笑什么？我在笑你呀、笑我，笑 Richard Mo。我们都会像阿德一样，恶人自有天来收。你疯了！是，我是疯了，我们都疯了。钱你很快就会收到了。等一下。那200万我不要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那200万不要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去找警察的。我只是忽然觉得，自己好像有点太笨了，居然只跟你们要200万。Richard Mo 砌下来的钱，起码都过亿吧。还有你，何建志，这些年捞的油水应该不少吧？200万，太便宜你们了。你怎么可以不讲信用？人渣本来就不讲信用的，对人渣就更不用讲信用了。那你要多少？加10倍吧。2000万？你神经病啊！2000万，包括你赔偿木森哥的。2000万来换你跟 Richard Mo 的自由，我觉得挺划算的。你不要忘了，你已经向警方录了口供，说了不一样的故事。我会跟警方说，是你们逼我给假口供的。我看到你们把阿德跟真婷丢下楼，我很怕你们也会把我一起丢下楼，所以我就给了假口供。你真的以为就靠你这张嘴巴，警察就会相信吗？所以我会把证据交给他们。什么证据？你很快就会收到了。可惜你没钱，不然我一定勾引你。
你的女朋友好不好？像你这样的女孩，南家人不喜欢。朋友也可以上床的。何建志，你可以永远这样子对我吗？像个大哥哥一样呵护我。我不想做你的大哥哥，但我希望可以永远守护你，照顾你。我希望可以等到这一天。如果等不到呢？我还是会祝福你的。如果我只剩今夜，我能留下什么？你这个大骗子！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为什么要和瑞珍在一起？为什么要拒绝我？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就想得到。加上发个小视频给你参考。后天中午12点之前，钱没进户头，完整的视频就会到警方手上。他有2000万。真玉啊，真玉，金条，怎么了？我在想东西。你要喝什么？不用了。真玉啊，你妈的身体没事吧？她这2天都起不了床，一站起来就觉得头晕。那有没有人照顾她啊？我弟弟，他大学刚好放假。哦，真玉啊，你的精神也不是很好，不如不要开店，休息几天吧。我一休息就会想起真婷，不开店反而更辛苦，而且我得开始为她的医药费做准备。都怪我，如果走快一点的话，我就追得上真婷。都怪这条烂腿。金条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啊。建志是不是来了？啊？真玉，建志，你的脚怎么样了？死不了。今天就你一个人啊？你妈呢？她在家里休息。我买了一些补品给她。谢谢啊。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听你在聊真婷医药费的事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谈这件事。方便的话，你让我来负责吧。不行。我一直以来都把真婷当作是亲妹妹一样。
你之前拜托我照顾她，我没有做到，真的很抱歉。你一直这么照顾真婷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，怎么还能让你负担她的医药费？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不要那么见外。我爸离开之后，家里就剩我一个人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。真的不用了。可是，还可是什么？郑玉很有骨气，他不会要你的臭钱的。金条，郑玉啊，你不要拿他的钱是对的。他以为啊，用几个臭钱就可以变成好人，天底下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啊？他还说要给我钱开公司，要帮六木，帮个屁啊！谁害六木的？他不知道吗？汉奸周公，苦官啊！我想帮真婷，有错吗？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？你胡说什么？六木出事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六木坐牢这几年，你做了什么？等六木出来，你才要装作好人，想要帮他，明明就是做贼心虚，现在又降好心来帮真婷。我阿妈说，这种人叫什么？薄情寡义。你听得到姐说话吗？真婷，真婷，建志，你是不是在场？啊？真婷出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场？郑玉问你啊，为什么不要回答啊？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真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？我怎么可能会在场？我也是一时闪过的念头，对不起啊，不应该这么问你。郑宇不用说对不起，他这种人什么事都敢做的。他曾经拿过刀想要杀人呢。黄继条，这样大声做什么？你真的是有拿过刀想要杀人吗？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些陈年往事？你没有年轻过，没有冲动过，没有做过愚蠢的事吗？真婷现在发生这种事，真玉一家人已经够烦了，你还在这边添油加醋，你幼不幼稚啊？金条，建志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如果需要帮忙，我一定会找你的。医药费的事情你再想想，反正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自己多多保重。嗯。真宇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。我想要去看你妈，可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啊，有人陪她聊天，她才不会胡思乱想。你帮我劝劝她。伟豪，有事吗？我来探望你妈。我问过郑玉了，我妈在休息。基金给她。伟豪啊，谁来了？小美啊，你休息啊，我不打扰你了。进来吧。进来吧。哎，老妈，为什么没有等我来扶你？小心啊！坐啊。哦。好，这基金给你了。干嘛这么客气啊？谢谢你啦。小美，你不可以这样啊！我不可以怎么样啊？你不可以这样下去，不可以啊！你现在的样子又老又丑，对吗？喂，你是来捣乱的啊？我不是啊。自从二姐出事，老妈就一直没有胃口，还失眠。她从昨天到现在一口饭都没有吃，能不憔悴吗？你不安慰她也就算了，还说这种废话，你马上给我滚！滚啊！小美，我先走了。
金条，坐下。老妈，金条说的对，我不能再这个样子了。要是你二姐醒来，看见我这个样子，她一定会很伤心的。珍玉姐，这是我跟苏萨空的联络号码，还有电邮。如果真听有什么消息的话，麻烦请你通知我。我会的。你什么时候回泰国？明天。木森哥如果找你的话，你跟他说一定要联系我，可以吗？嗯。珍玉姐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真的对不起。佳慧。为什么带我来分厂？你应该知道，我爸是个烂赌鬼，他刚好埋在这里。我是来给他送赌本的。阿爸，收钱了。今天刚好是他的忌日，你害怕？怕？我当然怕啊！我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。麻木了，看多了就麻木了。你应该知道，为了生存，你不能讲人性，你也不能有一丝怜悯，因为你不杀人，就会被杀。你杀了人之后，就会有人找你报仇，你就得杀更多人。如果活下来，你就得到回报，财富、权力、地位。当然，你想要得到这些，就要随时做好豁出性命的准备。何建志，你是在恐吓我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。好的东西是需要付出的，就好像2000万那么大一笔钱。那我也告诉你吧，我有毒刺，会折死人的，不要惹我。那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，上车吧。
你查一下户口号码对吗？嗯。数额新币2000万。嗯。转过去的。我怎么确定你没有复制？如果我跟你说我没有复制，你相信吗？所以你只能相信我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拿了你们的钱，就跟你们在同艘船上了。出卖你们对我没有好处。那我请示一下。对了，我忘记了，你只是个跑腿。那你快点啊！我赶着搭飞机，我要回泰国了。苏萨空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，等我。都办好了。办好了？你的退房手续，还有你放在前台的那封信，也拿回来了。你把一封信放在前台，跟他们说，如果你没有回去退房，就交给警方，对吗？你监视我？你是有毒刺的人，随时可以折死我。当然得提防这点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如果没有回泰国，你们休想跑得掉。对了，你的未婚夫是在泰国等你吧？他叫什么来着？苏萨空，康复的挺好的。你啊，果然是打拳的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那么快就康复了。如果是普通人，估计要在床上待个10天半个月。你也知道的，医院是一个常常进得去、出不来的地方。爱到尽头，就别把可惜当挽留。那句别走，最终没说出口。或许多年以后，当眼泪为别人流，我们再聚首，能笑着点头。Let go， 什么时候爱再多也不足够。昨天的温柔，今天的伤口，以后的以后，熬成祝福问候。爱到尽头，就别把可惜当挽留。那句别走，最终没说出口。